喂，同学们，大家好。郁闷了一下午啊，然后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帮我稍微的排解排解。看看有人没？哎呀，这边有5个人，好的，欢迎。哎呀，今天去折腾什么去了？今天去给车上牌儿啊。呃，上牌儿呢是一个什么样儿的顺序啊？这个因为买车嘛，所以跟大家讲一讲整个儿的过程是什么样儿的。呃，首先呢，肯定是要先订车啊，这个，我肯定是去订了，订完了以后呢，就耐心的等待嘛。所以今天就这个月吧，小米就开始疯狂的在各个地方交车。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各地的补贴要花完了啊，所以一定要在补贴花完之前呢，要把这个车交掉。所以呢，小米10月份交了多少车？小米10月份呃，交了交了4万辆车。他说：“哎，我们10月份销量4万啊4万多一点点。”实际上他4月份卖了大概4万8千辆车啊，就基本上接近5万辆车了，被卖掉了。这个是挺恐怖的一个数字。然后交完这些车以后呢，这个交完这些车以后呢，大家就要赶快去办这个补贴嘛。我呢就耐心等到上周五吧，然后呢说，哎，你可以去提车了。然后我最后是，周五晚上付的钱啊，然后周二去提的车，上周二提的车。提完了以后呢，就赶快嘛，上周二早晨啊，就叫这个二手车的人把这个车拿走了，说你这个赶快把我前面这车弄走。因为它的顺序是，你要这个先把二手车出了，然后呢能腾出指标来，其实可以提前出啊。但是我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是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就是等到这个上午把车交了，然后下午再去提的新车啊，中间就让自己一直有车用。其实如果能够早几天把车交了的话，就不会遇到今天这样的问题。然后呢，到这个车交完了以后呢，这个交车倒是很痛快啊，嘁哩咔嚓就把车拿走了，然后马上就把钱付了，就是人车还没看着就把钱都付完了。然后这个，当然二手车这玩意儿也挺黑的啊，就是他拿到车以后呢，就再给你挑毛病，对吧？当时我那个车看的时候，他讲的是7.7万啊，说把你二手车收走。然后呢，这个收走了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你这车有毛病啊，这儿问题那儿问题，我不收了。”我说：“别呀，我说我这还得再弄回来，麻烦啊，我再找其他人去。”他说：“我给你减钱行吗？”我说：“那你减多少？”他说：“我给你减那个7000啊。”所以最后我那个车算7万把它出了。然后呢，他讲说我周二啊，应该是这周二去给我办过户。然后呢，我周二早上就催他，我说怎么办了？怎么样了？哎呀，他说我周二下午给你办去吧。结果呢，到周三啊才算把这个过户办完啊，说我现在给你办完了。然后说我现在需要到这个这个机动车什么指标这个地方去过户去。然后呢，周三我当时他给我这些手续以后，我去过户，结果就没有啊，说查无此车。我说什么情况？哎呀，他说要等这个1到3个工作日，你才能查到啊，你才可以再继续往前面办，叫指标的一个证明啊，就是我要把那个指标证明打出来，才可以去上牌子。然后我今儿一早上起来，哎，就把这个礼拜四嘛，就把这个牌子指标打出来了。打出来完了以后，我就赶快催小米，我说我要去这个什么去啊，我要去这个验车上牌啊。然后呢，小米说那他说这个你能不能明天去？礼拜五去？我说不行，我礼拜五可能还有直播，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说我最好是今儿下午去啊。然后他说那行，给你加个3吧，让你下午去吧。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啊去把这个购置税交一下。我说我这车不是电车免税吗？他说对啊，免税你也得交啊，交的就是0元嘛，但是你还是要做这个手续。然后我就发现不对了，当时大概是下午的中午吧，中午11点40啊就开始去交这个购置税。然后呢，那怎么也提交不上去啊，怎么也提交不上去。很简单的几个东西，还没有什么图片呀，没有这些东西啊，就是确认就上不去。
最后折腾来折腾去到12点了啊，12:05了，估计很多人吃饭了啊，我就把这东西提交上去了，算是把这个购置税交完了啊，0元，拿了一个购置税的这个单据出来。然后我就说你给我安排怎么样了？他说下午1点你去验车去啊，我就下午1点啊开着车去验去了。到那儿呢倒是很简单啊，就是小米是有3个人啊在这个验车场那儿等着，然后他们大概手里有20-30辆小米在那儿验车啊，一堆人在那儿等着验车。当然小米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车都有。然后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他，他说那材料交给我，我去给你办前面的手续去，你甭管了。然后你等着验吧，然后他把手续办出来以后，验车新车有啥可验的嘛？看一眼就完事儿了啊！我那个玄武岩灰，最后登记在这个行驶本上是蓝色啊，因为那个车就是其实是蓝色的车，只是起的名字叫玄武岩灰，咵给登记上了。然后进去等着打这个叫做绿本啊，因为车嘛就是要有一个绿本，就是相当于这个车的户籍以及这个行驶证啊，然后再打了一张新的临牌出来。铁牌呢，应该是1个礼拜之内啊，7天之内给我送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说等吧，那就，对这个，在那等的过程中，我在听旁边人在讲，哎，说今天好像是报这个置换补贴的最后一天，哎，我说有这事儿吗？我就赶快把这个办事儿的这个小米的人拎出来了，我说是不是这样的？他说反正国家也没说停啊，但是这个确实大家都在着急办这个事儿。我说那我也办呗，这个大概3点钟就把所有手续办完了啊，我就跟我太太2个就没出屋，在那个验车的大厅里头就开始填，拿着手机就开始填，哎呀，发现就完蛋了啊，上不去了，就是所有的这个置换补贴的通道都登录不了，然后好不容易登录进去，那边登个3、5次登进去了，然后因为他要你上传身份证啊，上传这个什么行驶证啊，上传这个发票啊，上传一大堆东西，图片上不去。啊，图片上不去，然后呢，等都上完了以后说对不起了，啊，提交失败了，啊，因为你里头可能有些数据对不上了，估计就是啊，他在提交之前需要重新让你去登录一下，然后去登录啊，去对这个数，这怎么也弄不了。然后我就从下午3点一直到现在，就不停的登录，不停的登录，不停的提交，不停的提交，就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为什么说今儿郁闷了这个一下午了，晚上要跟大家稍微吐个槽什么的。后来呢，我去查了一下，大概是这样，就是目前呢叫做报废补贴，就是2万块钱的那种报废补贴呢，是11月11日啊到晚上0点啊就彻底发完了啊，就是在北京市发完了。去年是一直发到12月31号的，今年呢是发到11月11号的晚上0点就把它发完了。发完了以后呢，这个商务部出来说发了一个通告，然后我们发完了啊。那现在呢，就不是说不让报了啊，你还可以接着报。报到哪天呢？报到今天晚上的24点啊，你可以报到这儿。但是呢，报出来的呢，就报上去我就未必给你发了啊，大家要稍微的在这个等一等啊，先到先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置换补贴呢，现在大概还有个1000个指标啊，大概就是这种水平，就是反正你每次进去，他说，哎，现在还剩1000个指标啊，昨天大概还剩4000个指标啊，现在大概到今天3点钟还剩1000个指标。我估计就是我的置换补贴15000已经领不回来了啊，这就拉倒了。所以跟大家闲聊一会儿，然后呢，现在讲的就是说，商务部并没有宣布这个东西停止，啊，这个叫什么？就是报废补贴是宣布停止了以后，还可以再报2天嘛。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估计也是宣布停止了以后，还可以再报个1天2天的。我呢，准备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啊，聊完了以后呢，再去报去，啊，大概干这么个活儿。所以为什么啊，就是拉着大家去，陪我稍微的疏解一下这些郁闷啊，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我就问那个卖二手车那小伙子，我说怎么整成那样？哎，他说这个就是这样啊，大家都在着急忙慌的再去折腾这个事儿啊，那就没有办法。沙发啊，欢迎来了，点赞啊，欢迎啊，晚上好啊，晚上好。That's why I hate to visit any government SOE like please in China, even I am in Shanghai, the best city already. 好吧，所以你很讨厌访问所有的这个政府和这个 SOE，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在中国，即使你是已经在最好的城市上海了啊，你看英文我还是看懂了一点点的啊。这个，澳洲这个极其看重性价比和耐用性的市场已经基本接受国产电车了。看国内一堆人各种踩国产电车，难道现在还在搞1等商品做出口2等供国内？好想搞一台小米苏7 Ultra。这个我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那个庄表伟跑到北京来说，哎呀，你来找我玩吧。我说不行，我今天要去上牌。他还问我说，哎呀，你买这个小米车开着怎么样？哎呀，我说别提多爽了。我说我因为买这辆车，对吧？第一个掉关注掉了可能几百应该到不了1000。然后呢，我说这个还一堆人在我的评论区里诅咒我全家被烧死，对吧？我说你看我有多爽那么个事儿。然后呢，这个当时买车的时候就，这个叫什么来着？当时买车的时候呢，这个就等于前面亏了5000嘛，这个因为第一个苏7没提，亏了5000，然后这回再亏个这个15000啊，这个是真的没办法。而且当时这个下单预期的时候呢，就赶上这个网络拥堵，等到这个办交接手续的时候又赶上网络拥堵，就是我永远是在最拥堵的这一头啊，真的是很郁闷。补贴上半年被商家薅太狠了，下半年都靠抢了。现在不是抢的问题，就是关键就是最后这几天了。太累了吧？台湾都是车商处理好才给车主。这个现在国内就是好多事儿你也搞不清楚到底谁管啊，这个就没法整。因为他如果让车商搞这个事儿的话，他最后车商就会薅他的羊毛啊，这是很麻烦的事儿。车只负责提车啊，是应该按道理是这样，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结果现在发现全都得自己弄。你像我这个当时去上牌，我还给了他100块钱，对吧？就是上牌是400，然后呢440还是400几，然后有100块钱是服务费。我说我给你服务费吧，你帮我把它弄了，我不用去了，行不行？不行啊，你必须得人来因为中国这个验车上牌这个事儿是必须要人到场的。哎呀，减肥3个半月瘦了50斤啊，太不容易了。减肥是饿的吧？这个我觉得反正只要饿他就能瘦啊。下半年好像补贴力度不大，是这样的啊，这个确实各种补贴都起不太来的一个状态。你们在聊车呀，我还以为是电商呢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呢就是把这个整个车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沟通一下，就是买车嘛，订车交钱，然后这个做置换补贴现在就是卡在最后一步做置换补贴了其他的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车价呢是29万多然后7000多不到8000的保险，然后旧车卖了7万吧，但是这个旧车算是个残值其实我那个旧车开了8年当时是40多万然后剩7万的话，等于一年是一年是一共是33万的折旧33万，然后除7，所以一年的话大概是4万多块钱就是你的相当于买一辆车，一年有4万多块钱折旧就没了这个现在就看这个补贴能不能领回来了这个所以就是大家陪我聊一会儿，然后我再接着去填表去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我估计今天可能不到0点是没法填表了，就是它系统是没法整。然后我就跟小米的人抱怨，我说你们怎么整成这样？他说这个没法整他说他说你还算好的呢，你是车已经开回去了，对吧？还有人在他们现场呢，就是在那个小米交互中心里头，说那些车主们从下午3点一直坐到现在也没出来门。我说为啥呀？他说整个系统后边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那个各种信息都登录不进去，然后就只能让车主坐在那个车里等着临牌也打不出来，然后各种那个什么购置税都交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澳洲也是车主只负责提车，各种手续都是车行提前办好，但是中国这个就没法整。可以预测一下美股崩盘的时间吗？这个我觉得不太会吧，因为毕竟是这个什么了嘛，毕竟是开门了嘛，政府，对吧？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我估计10月份的数据很难看，所以呢，
这个川普政府就不惦记再拿10月份的数据出来看了啊，因为拿10月份的数据有可能会崩盘。那么下面就是要想办法修复11月的数据，就看川大爷怎么玩了呗。所以你们没发现川大爷最近对国内非常非常的友善吗？对吧？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估计他是想跟中国好好折腾一下，然后把这个11月的数据拉起来。因为现在呢，就是各大科技企业都在疯狂裁员，而且呢，在削减这个叫什么来着？削减这个呃新人的这个就是 high count 啊，就这块基本上不招新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就业数据啊，各种数据一定是特别难看。GPT 5.1出了，试试和他对话，情商高了一些，好像。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啊。为什么呢？就是呃，这个我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还试了一下，就是我看了一下，它有这么多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么多的性格吧，然后我还是把它放成默认了啊。我的那个这个 GPT 是自己设的性格，就是说我是一个干什么的人啊，老范讲故事的一个 YouTube 博主，然后我提的所有问题，请认真的核查这个出处之后再去给我做这个回复啊，我都是这么去跟他讲的。所以呢，这个他的情商稍微高一点，对于我来说关系不大。就我原来使的就挺开心的了，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情商高的人啊，所以没必要去找一个情商特别高的这个GPT 5.1出来。但是呢，GPT 5.1应该是昨天凌晨发的吧，突然就上线了，也没有开发布会，什么都没开啊。我估计是在又惦记要给这个谷歌添堵了，对吧？这个你们懂得。早就有传言补贴要取消啊，老范确实是卡点了。对啊，我就是属于卡在点上了。医疗电车啊，结果 YouTube 播放特斯拉广告，这不是挺好的吗？多棒的一个事情，对吧？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叫 RoboCab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最新的只有2个座的，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这种新车啊，这个我觉得会创造一个全新的奇迹，对吧？那么在这种车真的能够上线的时候，赶快去做空所有这些汽车厂啊，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它这个车啊，号称是 Unbox 生产嘛，对吧？你 Unbox 生产的话，我估计可能很多的零配件就是在中国生产，生产完了以后直接弄到这个美国去组装以后，就算是美国生产的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对吧？它就可以把这些零部件装到船上，就可以拉到美国去了，这个而且他们还特逗，说这个原来 Unbox 的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漆，对吧？你原来呢这个车是需要先把车架焊好，然后再去喷漆。你 Unbox 等于要先有颜色，然后再把这个车缝在一起再去这个拼装什么的，这个你等于漆就会不完整。后来马斯克说我不喷漆我这个车是直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让它染色的，就跟那个Cybertruck 似的Cybertruck 实际上也是没有漆的，对吧？它是不需要喷漆没有最后这一道工艺别人的车都是先这个把车架弄好，所有弄好了以后再重新喷漆他说我不需要喷漆，而且现在这个车呢是这个用一些这种什么镀膜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个颜色弄到外边了。说等下一波的这个车就直接上塑料了，对吧？就是里头是一个铝皮，外边是塑料，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车染色，对吧？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玩法。我相信如果它能够把这条事儿做成的话，这个特斯拉的估值特斯拉的市值就又该起飞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只要是这个车价，就是打车的费用往下降这个
打车的人就会呈几何级数上升啊，就是你每降低50%，可能这个打车的人就会成几倍的涨上去啊，这个是我相信会有的。而且，美国其实打车还不算贵啊，你要到这个日本、新加坡这种打车特别贵的国家，你真的要有这个Cybercab 上来以后的话，那天就翻了啊！他们会改变生活方式了，对吧？你像我们跑到香港、跑到日本、跑到新加坡是不敢打车的，那太贵了那玩意儿啊！包括欧洲，其实我们也不太敢打车，但是欧洲还可以租车，对吧？但是在这个很多如果真的有 Cybercab，那谁租车呀？对吧？下来直接这个手机 APP 订一辆车完事儿了，那多爽！锻炼出来了啊，饭就正常吃啊，这个锻炼吃来的啊，这个好吧，零食全断了。上一包薯片还是7月吃的啊，这个其实你把零食断了也算是少吃东西了。广东的政务系统啊，最早由腾讯控制的数字广东做，还是很流畅的。后来这个公司全转给国资了，最多很多项目基本不介入开发，只做总包啊，就越来越不行了。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中国这套分包系统，如果打不破的话，就没法整。理论上车商去办效率才高啊，是这样的。但是他有些东西他害怕车商坑他，所以就必须要折腾人啊。而且呢，他还什么呢？就是恩出于上嘛，对吧？政府给的钱一定要让咱们这个感恩戴德的把这个钱领到手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感谢车商了，这个事儿是不成的啊。5.1我没感觉出什么差别啊，还是那么多废话。我是没看5.1啊。最近美打的股价这个肩斩啊，我入了3万刀。虽然他家看起来 AI 一团乱，但是有钱有卡就有未来。你要注意啊，美塔是负债率比较高的，而剩下的公司像什么英伟达呀、微软呀、谷歌呀，都属于是负债率很低的啊。美塔前2天刚发了300亿美金的债出来啊，这个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就是有卡、有数据，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但是，一旦现金流枯竭了，就马上死给你看。我还是喜欢以前那种啊，政府没什么存在感的时期。这个怎么说呢？《道德经》不经常讲吗？说这个政府就是什么叫太上不知其右，还是什么，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呢是这个，再往后呢是差一点的是所有人都念好啊，再往后是这个，所有人都这个恐惧啊，最后是所有人都怕他啊，都这个恨他，对吧？说这个政府到底是做成什么样了？咱们呢，这个至少是政府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念好吧，还做不到这个无为而治，或者大家都不知道它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呀，对，甲骨文也是负债率很高的，所以甲骨文的股票也不行。苹果、谷歌、英伟达啊，都是海量的现金啊，这个是真的，现金多的都不知道该干嘛去了。全仓特斯拉了啊，这个，你很勇敢。人性化很重要啊，但是基于准确和真实回馈上，也就是说 AI 不同个性只是锦上添花，是这样的，就是他说的内容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8月全仓英特尔啊，现在准备做空半导体了。哎，这个，那你前面全仓英特尔你应该赚了呀，这个应该赚了不少。甲骨文的估值啊，这个
应该算市值啊，所有上市公司都是市值啊，也把几年后订单都算进去了，是这样的。啊，最近买了个新玩具啊，大家看出来这东西是怎么玩的吗？它像个魔方一样啊，但是呢，它这个里头有一个管道啊，这个管道呢也是像魔方一样可以转的啊，里头有一小球，从这边 start 出来以后，要最后呢把这个东西转到这头的 end 里头去啊，这个还是挺好玩的。这个每过一段时间还是要稍微的，这个给自己开心一下吧。人家七姐妹左脚踩右脚啊，抱团取暖，这个维持股价。这个左脚踩右脚这事儿呢，必然是发生了，但是还是要做出利润来啊，就是做出收入来。做不出收入来，这事儿是肯定有问题的。这个全仓狗狗币啊，这个也是个勇敢者，没什么好说的。甲骨文我买了5000刀啊，这个巨后悔。他家能吸引一流人才已经是快20年前了啊，里面的高端人才都60多了啊，我认识好多等退休的甲骨文老炮儿，好吧，这个甲骨文还是要稍微的谨慎一点啊。为什么微软股价半死不活？哎呀，微软呢，喊了半天，对吧？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的真正 AI 应用在它那上头没出来，对吧？它跟谷歌呀，跟这些还不一样，它还有 Copilot，还有这个Microsoft Copilot、Office Copilot 什么这个叫 Edge 什么的这种 Copilot，还一大堆这东西，这些玩意儿使的并不好使，对吧？你变成了一个单纯的云计算服务商，那这个肯定对于它完整的股价支撑来说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魔方是你们技术宅的专属玩具吗？没有啊，这个我怎么就技术宅了呢？我天天啊，当然虽然不怎么出门吧，但是也不至于就技术宅了呀。A 股大盘还要涨，哎呀，A 股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叫银行涨，这个如果银行涨，它这个叫什么来着？大盘呢就会啊这个涨啊，不，这大盘就会跌啊，它是这样的，它正好反过来。如果这个银行跌了，大盘就是涨，因为呢，它在年初的时候啊，把这个叫什么呢？把整个的指数给改了啊，让这个 A 股的指数的，就是计算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的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随时可以拉起来啊，咱们好面子嘛。我们想让它涨到多少，它就给我涨到多少啊，它是这样的一种玩法。那么在这种玩法下呢，这个最后负责拉股票的拉股价的就是银行股，所以呢，就是如果发现股价不行了啊，指数下跌了，就让银行股开始涨。如果发现指数还不错啊，最近比如说什么新能源呀、什么这东西涨得还不错，银行就可以啊吐出一点钱来啊，稍微的喘口气儿。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吧？所以呢，这个就很多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客观，没有那么准确了。还以为是药盒啊，今天不是药盒，就是郁闷了，让大家陪我去稍微的消散一下。到底怎么了？来晚了啊！这个今天填了一填表格，到现在为止也没填上，填这个购车补贴这个表格。啊，我们有新的会员啊，赶快去给我们会员加这个加管理员去，加小班手去。路透社今天消息，无因病请辞，免 A，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呃，那个无请辞了，那这事儿就吓人了啊。传统计算机体系架构啊，算法数据结构，在 LLM 变成 CPU 后啊，学了还有什么用啊？这个看吧，明天是不是来做这个直播来讲这事儿吧？
明天直播的这个话题呢也想好了，就是这个现在裁员潮啊，包括这个大家也不怎么招人了，对吧？但是 AI 到底能不能干我们的活啊？这些裁员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啊？这是明天准备去讲的东西。张老师这两天在看你的 N8N 教学视频，你用过 Make 吗？啊，是不是也和 N8N 类似的工作流啊？没用过。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是它跑起来就完事儿啊，我并不会说，一定会去把所有的都试下来，这个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的。七姐妹背后是老美的印钞机，资金没有问题，几乎是无穷的。其实七姐妹背后不是老美的印钞机，七姐妹的背后是他们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在截取全世界的利益，对吧？当时其实我记得还是跟我们一位会员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七姐妹崛起以后，他们会把全世界的财富一把全都聚集在身上？他们并没有做这么多的事情。你比如特斯拉，他造的车、卖的车绝对没有丰田、大众什么这些车多啊，这些公司多。但是它的市值啊，是他们几家加起来还多，对吧？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像这个谷歌，你说它就是个做广告的公司，对吧？它到底凭什么值这么多钱？啊，这个其实是他们挣到的叫做交易分配的这个钱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等于是他截取了所有人的利润啊。你任何人想卖东西都得上谷歌来交份子钱来啊，你不交就不行啊。这个事儿是一个新的时代啊。现在也在想说，是不是 OpenAI 这些公司也会像谷歌这样啊，直接把这个全世界的这种钱在这儿都过一遍啊，这个是很吓人的。总觉得谷歌还是最稳啊，既不闹腾也不落伍。谷歌呢，其实是有巨大的冗余啊，冗余应该叫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叫做技术储备啊，这个是多的一塌糊涂的一个状态。很多的人在谷歌里头，实际上跟谷歌直接盈利的这些部门是没关系的，自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话，它确确实实是，有可能挣到非常多的，就是等于未来的所有东西我都布局了。你就像现在他们去做这个量子芯片，量子芯片这种东西到最后能挣钱还早8辈子呢，对吧？20年都未必能挣钱，但是人家还在这折腾，对吧？谷歌能养出诺贝尔奖来，你像咱们举国之力，可能养出一两个来都不好意思跟人说那么样一个状态，对吧？屠呦呦养出来以后说，哎，他评不上院士啊，他不配，对吧？甚至还有人在说，哎，这个养奖啊，我们不去为这事儿啊折腾去，你们老看这玩意儿干嘛？这个就没有任何意思啊。就是你如果说急功近利啊，我挣的所有钱都揣兜里，然后呢，这个不做任何预言，不做任何的这个储备，那就没法整。谷歌就属于在这块做的实在太扎实了。所以现在整个 AI 的人全都在谷歌待过，没有哪个说我做 AI 的我在谷歌没待过，可能山姆奥特曼没待过啊，其他人基本上都待过。微软没什么技术进步，也没什么应用创新，天天倒腾资本和算力，比苹果还老态龙钟啊。这个反正微软确实没什么新东西，是真的啊。微软游戏部门感觉废了啊。是的啊，他这个游戏部门最近确实是在砍来砍去的。你说小范只是吃胖了，意思上大学后没有受益多少，也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那还要上大学干什么啊？这个确实是需要思考一下的问题啊。这个明天可以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讨论。谷歌就在我们这儿大楼啊，中关村融科啊是，但是融科的食堂我觉得真不怎么样啊，我去吃过几次。就是谷歌原来独立自己办食堂的时候，那个食堂巨好吃，然后后来现在是跟融科一块用那个融科统一的食堂，实在不怎么样。
裁员正常，大家都在裁。明年电车购置税要交了啊，这购置税我现在已经处理完了，不需要交。所以下半年电车大卖，最多省份很多省份都把补贴停了啊。我赶在年底前提电车，估计要去其他省去提车了。这个不好说啊，这不好说。其实像特斯拉应该是在10月份在中国的销量就崩了，9月份特别猛啊，10月份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估计也是各个地方的补贴开始要回调的一个原因吧。免 A 今年把银行股的权重加的非常多啊，下半年借着科技题材，银行回调了不少了。是这样的啊，银行一直撑着大盘到现在，其实很吃力啊，风险也非常巨大，特别是这几年居民偿贷，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哎呀，其实居民偿贷已经算是很好的了，真正银行收不回来的账是国企，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也看到了啊，吴因身体原因辞职了，好吧？那这个重新开口的呗。据路透独家报道，中国证监会吴清啊，好吧？那就这个事儿就也要小心啊，大家请小心。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就不喊单了啊，狗狗币还能有机会吗？这个万一哪天他又回去了呢？经济下行，电力供应过剩，提倡电车啊就对了。当然也有石化能源被卡脖子的考虑。中国是存了180天的石油在中国啊，而且现在还在疯狂的囤啊。这个今天都在讲是中国开着军舰去日本了啊。这个高市早苗不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嘛，对吧？那这个我们就得让他看看这个到底行不行这事儿啊。我记得那天那个台湾那馆长讲了一段话，说这个他说如果就是台湾人自己在这折腾那个闹独立呢，说中国大陆大概有85%的机会会打，但如果是带着日本人一块闹独立呢，中国人是10000%的会打，对吧？这个因为中国等于做了这么多年的仇日教育啊，这个我觉得话糙理不糙吧，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日本就属于上来找事儿的。春节前的免 A，这个风高浪急啊，大家反正还是小心吧。中国电力确实产能确实太大了，是的，毕竟这么多年世界工厂，而且现在还在疯狂的建。举国之力养出来的，还得感恩，那肯定的呀。而且中国的很多举国之力其实是大家没法想象的。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你看咱们有14亿人啊，印度也有14亿人。长江是全世界第一黄金水道啊，就是长江上面跑的货物，甭管是重量还是这个叫做什么呢，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这个金额啊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呢，长江这个水道上跑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货物的价值和这个吨位呢，是后边这几条加一块都搞不定的啊，都比不上它。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就是全世界大概前10的这种，就是河运啊，就是这个内河运输，长江第一，第二可能是珠江，然后呢，这个黄河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啊，然后这个再往后，中国可能还有一个什么河也是在里头的，再往后是这个密西西比，啊，然后像莱茵河啊什么的，可能也还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然后印度的恒河就特别远，就说为什么长江这么能拉，这个印度就拉不了呢？后来说，他说你不知道长江今天能拉这样的，能变成这样是费了多大劲，对吧？长江最一开始入海口的那个地方的这个水深大概是7米，啊，就是你想把它拓深一点，你是搞不定的啊。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大船从这个长江口开进来，啊，是必须要把它挖深。后来咱们大概是从解放就开始挖，然后一直挖到大概90几年啊，才真正找上办法把它挖下去。
最后是挖到了13米深啊，就是整个这个长江的入海口是13米深，才可以把这个大船开进来啊，这就完全没法整。说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你不可能说上举国之力把这个把这个恒河给你挖开，对吧？恒河在印度基本上是没有治理的，它两边连河堤都没有，那没有河堤的话，它那个河就会非常非常的宽，非常浅，那你船就进不来，对吧？你就没法整。你要想把船开进来，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河弄得窄一点，上河堤，然后让这个河比较深啊，这个船才能进来，才可以在比如长江沿岸去盖这个港口啊，才可以干这些事儿。所以这个是举国体制的一个，你说算好事吗？也算好事啊。谷歌垄断了很多年了啊，优势是必然的啊。这个我觉得垄断是一方面，还是这种提前投入。你如果真的是急功近利，每件事我都要的话，那就没法整。像之前说的灵巧手，我很多年前就看过一个谷歌的视频，介绍里面一个团队，这个帮肢体残疾的人制作机械手。谷歌诡异的地方就在这儿，前沿技术超强啊，但很多都没有商业化。还有数字人啊，他们很多年前就做了，是这样的。这个商业化好多都是这帮人从谷歌出来以后做的，这就没法整了啊。因为谷歌呢，就是他做研究的人是一拨人，然后做商业化的人是另外一拨人。但是呢，每过一段时间呢，谷歌就会搞这种运动式啊，就跟咱们似的，就搞这种运动式的这种推广啊。他们怎么推呢？就是我记得是在哪年来着？应该是15年吧，就是谷歌就突然喊说我们要这个强力的去使用 AI 了啊。但是当时它的 AI 是 TensorFlow，主要呢是做信息识别和这个广告推荐用的。说我们必须所有的部门都上，然后呢这个就直接上面来老大看着，谁不上就开谁，谁不上就开谁。他每过一段时间就干这种活啊。这次好像又上来了，说所有人必须 AIGC 啊，这个谁不上这个部门干掉。啊，就是谷歌，反正每过一段时间就是说，哎，我们觉得这事儿行了啊，大家搞，啊，这个，所有他觉得不行的东西呢，他也不是说让你不停下来啊，你们接着研究，但是呢，没有商业部门配合你啊，等有商业部门配合你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势已成了啊，咱们上啊，但是后台啊藏在这个台后边的这种技术多去了啊，这就是谷歌玩的活谷歌的板凳深啊，业内有名是这样的啊，但同时也是最浪费创意的公司。好好的产品说关就关了，哎，这个也没办法。上大学的原因是不上大学的话，未来处处被卡学历啊，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未来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不好说了。前几天好像看到一则公告，说是要限制央国企发境外债，哎呀，这个是国家自己要去发嘛。中国不但在囤石油，央行还在大买黄金，底线思维啊，是这样不？它是这样，就是你就这么想吧。咱们刚才还在讲到美股七姐妹啊，谷歌呀什么这些人有大量的现金。你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你也有大量的现金啊，对吧？这个这么多顺差，它最后都是现金回来。那你这些现金回来怎么办呢？对吧？你总要把它处理掉嘛，你不能说我最后把这美元囤这儿，对吧？以前拿着这美元就去买美债，有一段时间把中国买成美债第一大持有国。那现在呢，跟美国之间又搞得这么不痛快，你万一弄了一大堆美债，人家说我以后不还给你了，那你咋弄啊？所以现在只能是拿着这个美元四处出去撒去，对吧？然后四处出去这个，比如说买黄金、买石油、买各种铜铝、买各种的这个原材料买回来呗。那你还能怎么办？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日本自民党需要凝聚民族主义，实际上不是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啊！摆脱几十年的通缩，高市只能口嗨啊，开战权在美国手里头。这个事儿，但是反正日本这个事儿，看他们折腾吧，那咋办呢？这也没什么办法。七姐妹截取的巨量价值，那也是他们为世界创造巨量价值的一部分。那你说他创造价值了吗？对吧？我们买了一辆车，
这辆车呢，原来值20万，现在要卖30万，剩下10万被拿去做广告了，对吧？这个划算吗？这事儿？我一直在这个事情上觉得很别扭啊，这是一直没有太想通。以谷歌为例，免费搜索引擎和邮箱几乎人人都用，但是点广告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它是绑架了整个社会啊！5块钱雇佣6岁的闺女洗碗，我坐在旁边听老范。你这个算用童工不？闺女洗的碗是不是还要再检查一下？据说全世界65%的现货铜都在中国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你世界工厂嘛，各种，因为中国是个贫铜国家，自古以来就贫铜。长江水路有非常多船闸、升船机，没有几十年对长江的开发是没有现在的华中工业的，是这样的。大量的举国力量去开发这个东西，啊，这个真的不是一般的国家能搞定的啊，就算是美国，他也搞不定这事儿。最近中国的博士都扩招了啊，一年博士的招生人数超过过去10年的毕业人数了，那怎么办呢？延迟毕业呗，那没有任何办法。外汇管理如果不买美债的话，是很难做啊。其他的东西买啥啥涨，所以现在咱只能是买石油、买黄金、买各种原材料。其实多买点大豆也没问题啊。中国其实是需要大豆的。说实在的，中美之间，日本没得选。哎呀，日本呢，这个看呗，看他到底会走到哪一步吧。囤这么多资源和黄金啊，以防范泡沫破裂吧。这一波 AI 浪潮几乎囊括了全球所有资金，如果破了，应该比08年更严重啊，这是一定的。而且现在中国囤黄金不光是囤在国内，现在准备在香港建一个巨大的金库啊，准备在香港机场旁边建一个巨大的金库。今天还有一个新闻是柬埔寨把他们国家仅有的40几吨黄金，对吧？这个又往，哎，不对，还不说错了啊。柬埔寨是新买了40多吨黄金往中国存来了，存在深圳了啊。等这个香港机场旁边那金库建好了以后，估计存那儿。然后柬埔寨现在有的这些黄金是存在美国的啊，因为他自己其实国家是没有存黄金的能力的啊，你存在那儿也没法整，所以他们现在是存美国了，然后新的就往中国存啊，你都得放一点嘛。咱们现在也在跟美国抢黄金，美国现在也在疯狂买黄金啊。然后呢，咱们现在就是放香港，而且说，哎，你们全世界有谁信不过老美的啊？把黄金放香港啊，这个我保证你的安全。搞成这样，你说你放到上海啊，或者放到其他地方呢，他们还害怕，所以现在就是放香港啊。这个未来美国呢，肯定是跟咱们玩稳定币啊，跟咱们玩这个 RWA 啊，就是这种啊黄金的这种链上交易，肯定会玩这种东西。咱们在这块呢是缺乏灵活性的，咱们搞不了稳定币啊，也搞不了这个什么这种凭证交易都搞不了啊，所以咱们只能是实打实的往里生买。美债不用担心，美帝要是赖账，那就是东升西降了。但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打起来了，对吧？你比如说俄罗斯如果手里现在有一大堆美债，他还不还？对吧？他肯定不还啊。加害者思维啊，是很折磨人的。哎呀，其实呢，最开始啊去做各种限制是美国限制中国啊，不是中国限制别人，对吧？咱们这个被人限制了，说那你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也限制你呗，对吧？还能怎么判呢？这也没招啊。美股还要交税啊？是的，最近是很多人收到这个消息说，你该交税了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开始有了。哎呀，这个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他也没在美国交税，对吧？然后呢，这个也没在这个中国交税，他等于哪头都没交啊。那这个，反正你总得交一头了呗。
科技巨头的所谓绑架，或者用经济学说叫自然垄断，其实是不用太担心的。原因很简单，这种垄断的前提是更好的服务和产品，消费者价值。如果有人能做出更好的东西，那这个垄断会被很快打破。比如从 IE 的垄断到 Chrome 啊，再到未来，比如说 Atlas 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他们肯定还是会采用很多的方法去限制竞争。你比如像谷歌吧，他说：“哎，我给你钱啊，然后呢，你只要是使用了谷歌的搜索，比如 iPhone 吧，你使用了谷歌的搜索啊，挣了钱以后我给你分，啊，分一半还是分多少啊？这个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还是要这个要有人去管它啊。你像美国不就认为它是垄断了吗？我现在要再去填一次表格试试。走你，就是如果完全是说技术这个控制的话，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做这种就是叫做生态链捆绑。你比如说啊，你必须要有谷歌的账号，我才能干什么？啊，你必须要有这个谷歌的这个叫 GMS 啊，Google Mobile Service 啊，你必须要有这个，我才可以给你干别的，对吧？它通过这样的一种捆绑方式，然后去进行这个竞争的排除，它不是光靠技术好啊。那么这个就肯定还是要去有反垄断法去收拾它们。稳定币不就是赖账的一种方式啊？这个还不太一样，稳定币是一套新的协议。柬埔寨可能是被太子集团的事儿给吓到了。哎，太子集团这事儿真没法整啊！全世界都在打，中国啥也不说。外贸查税都好几个月了啊，但是最近这几天才出新闻。因为是11月1号开始进行这个报税啊，所以10月底我这不是做了视频来讲这个事儿吗？毕竟十几万个大饼啊，是陈志嘛。手机预装浏览器啊，谷歌每年给三星不少钱，绝对给不少钱。哎，那如果说哎谁都不给钱啊，大家就看这个什么，就看这个谁的浏览器好，那大家是竞争。但你说我花钱给你捆死了，这就不叫竞争了。嗯，不是出去玩嘛，又抓到老范了。哎呀，因为是明天不做节目了，明天早上没节目啊，明天晚上还是会有直播的。今天是填了一天的表格，填郁闷了啊，所以晚上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儿啊，来这个让你们来陪我消解消解。太子集团背后是谁？我不敢瞎猜啊，不知道是谁。iPhone 是默认搜索引擎啊，每年谷歌也给苹果很多钱，每年应该几十亿美金吧，还是十几亿美金，我忘了，反正很大的一笔钱要给出去。然后这个最近国内又出了一个比较幺蛾子的事儿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不是有一个法国小哥啊，他呢是向中国捐了好多这个抗日战争时候的，就日本侵华的这种老照片啊，据说是他爷爷牺牲了几个儿子才留下来这个照片，然后呢在成都开了一个叫做和平小屋的地方。最近呢是被成都也不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什么管委会啊，还是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什么一个机构啊，上去说你必须给钱啊，交保护费，不交的话，我在这里开不下去啊，而且还进去破坏啊，打砸。这个他是现在开始在网上求助，然后一帮小粉红们就开始出来说，哎，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对吧？人家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了，结果你还这个
给去打杂去，然后现在搞不清这些人是谁他们叫自治委员会就是一帮人跑上去打杂去，这个反正听着很生气嘛，就在成都。就是没有哪一个单位出来说负这个责任，说这个人是我们这儿的还是哪儿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吧？人家是找到人说我不道歉，我虽然把你东西砸了，但我不道歉，我也不赔钱我是在这个履行我的这个执法义务这个或者说我有这个权利现在搞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什么叫这个街道还是哪儿的一个自治委员会就是这么一帮人上来就把这个小哥的这个照片什么都给砸了。今天试了一下 Apple ID，Apple AI， 结果接的是 ChatGPT，感觉被忽悠了。苹果自己就没做这东西，对吧？所以没什么可被忽悠的。关于自然垄断这个我觉得挑战者几乎没有办法在现有的战场上干掉老大，但是市场美妙之处就在于过几年，这就会有新的市场这个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有可能会有新市场然后呢，旧的市场这些老大呢，会变成基础设施就跟电信运营商似的，对吧？电信运营商原来也是垄断的一塌糊涂，对吧？现在谁还在去喊电信运营商垄断呢？现在 AI 这一波呢，就是在换赛道，但是现在我估计谷歌应该这波能赶上。自治委员会这种组织不是官办的不过几乎都是街道牵头民间组织的类似小区保安这样的事务，他们也领工资的，上面有拨款，所以行政上不是官办，财务上，这个现在就是这事儿已经闹成这样了这个而且呢，这算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真的是人家豁出孩子的命把这个照片保留下来，现在送到国内来现在搞成这么难看的一个事儿，看看后边是怎么去处理这事儿吧，我觉得是会比较难看这事儿。所以最近还是有一些这种事情在闹的对，名字不一样。全世界资源集中开发 AI 取代人力大部分人失业零收入。这个明天吧，我们来去直播的时候讲一讲吧，看看明天能不能把这事儿这个讲明白了或者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裁员失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AI 泡沫可能就是当年互联网泡沫，这还真不一样。互联网泡沫呢，真的是很多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就是任何人，你只要叫一个什么.com，他就马上值钱了，对吧？买个域名就值钱了，他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意在做。但 AI 这一块呢，确实是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这个连人带这个算力带电全都塞进去了，而且现在是连各国政府都一起在里头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差别的马上要9点了，我准备继续去填表了，继续郁闷的填表过程。跟互联网泡沫完全不同的泡沫，但也是泡沫，暂时还看不到不爆的这个解法。这个我估计爆还是会爆的，只是叫可控范围内爆。你像互联网泡沫最后不也爆了吗？爆完了以后，谷歌也剩下来了。互联网泡沫时期，一个无人问津的论坛，转手就是几百万美金，是这样的。现在有一点点这概念吧，有一点点这感觉。现在也是，现在其实还不太一样。现在呢是这个，
你必须还是得拿到英伟达的投资，对吧？买了他们家的显卡，你才能够往前走啊！这个什么也不是的这些人是搞不定的。七姐妹里边，谷歌啊、微软、谷歌、亚马逊都是穿越了好几个技术周期的。是的，亚马逊确实是穿越的比较多啊，谷歌基本上就从互联网周期开始了。微软呢是穿越了周期的，它是从软件周期穿越到这个现在的这个 AI 周期。但是微软中间掉队了，互联网它没赶上啊，移动互联网它也没赶上，对吧？AI 呢，我估计最后还是微软会变成一个云计算的基础运营商就完了啊，它就做成一个底层架构了。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哎，这个破灭还是要破灭一下的啊，这个没办法。现在做水泵的都在搞 AI，这是正常，你做啥不搞 AI？好啊，我们差不多聊到这里啊，我要再去填表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我已经开心很多了，再见。